我猜中共现在能够做到最有利的事情呢，不外乎2件事情。第一，就是联合国里帮你讲讲话；第二，就是我在底下搞鬼，然后煽风点火，把美国内部的反战情绪烧起来。这是中国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除此之外，他很难再做别的事了。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弄成这样，大家都来讲话的话，你弄台湾海峡，你看多少国家会讲话，那就更不一样了。荷姆兹海峡这样一闹之后呢，对台湾海峡来说呢，是增大了我们的安全系数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了，请大家不要小看它。上网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因为隐私的问题而让你感到使用的不安心哦。Surfshark VPN 就是为了让你无论身处在何处都可以安全的连线，让你放心的浏览。只要你现在连上网络，你的装置就有可能被追踪，个人的资料啦、你的位置的资讯，甚至你浏览的记录都有可能被收集。透过 Surfshark VPN 可以有效的隔离这些风险，让你上网的活动更加的安全，而且也让你使用者可以重新的掌握自己上网的隐私。那么大家会问，什么是 VPN 呢？它是一种安全的网络连线技术哦，透过资料的加密跟 IP 隐藏的一个机制，让你的上网更加难以被追踪，同时也可以突破区域的限制，让你可以存取全球的网络内容。Surfshark VPN 可以为你带来哪些的重要的一些价值呢？首先，它可以是跨区存取，让你更自由，无论是串流的平台、新闻的网站或者游戏伺服器，都能轻松的切换位置的使用。同时呢，它也可以做你隐私保护的升级，降低你被广告追踪或者被网络监测的风险，可以守护你个人的资料安全。另外呢，它也可以提供我们安卓系统 GPS 的位置变更哦，它可以自定虚拟的定位，让你的装置看起来像在不同的国家。另外有 Kill Switch 的安全机制哦，若你的 VPN 连线中断，它会立刻的停止网络的连线，避免您的资料外泄。那现在如果你有兴趣，就赶快前往 Surfshark VPN 的网站哦，它的网站是 surfshark.com/free8888 4个8，并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free8888，你可以另外享有额外4个月的使用期，优惠期间有限哦。现在就欢迎您开始使用 Surfshark VPN， 让你的网络体验更安全、更自在。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自2月28等于2月底开始，至今大概将近3周的时间。当然，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关注，所以大家都问一个问题哦：到底这个战争会如何走向？何时会停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停止哦？有人看到美国会说，美国好像这个撑不住了，所以不断的要在谈这个加紧来做一些谈判，看起来好像手段也这个放软哦。但也有人说没有，这个美国基本上在大的环境结构的部分都在掌控之中，现在看的只是后续这些零星的收尾要如何走。但有人说美国当然从这个慢慢从战术的胜利慢慢要找成这个战略的一个结算所以这过程当中大家会如何来走，大概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可以好好来聊一下中东情势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很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好来帮我们解析明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想这个美国跟伊朗当然一直有谈出和谈的部分，双方当然都有谈到，但是各自都有开条件美国当然看川普一直说这个伊朗好像送上了一个所谓的大礼这大礼当然大家最简单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这种所有的这些商船这都可以顺畅的来做这些通行但我们看起来这个好像美国在这部分来说也释出了一些，有人说是软化了，比方说有人说48小时的通牒啦，要打电厂啦，甚至有抛出15点的方案，1个月的停火构想那当然有人就说啦，这个看起来就是美国玩不下去了嘛，这个自己捅了马蜂窝，现在找一个体面的理由来下台。那老师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样说话人可能不太懂国际政治了。那你如果现在看到这场战争打，照你刚刚所说的，我们看到现在才3个多礼拜嘛，20几天下来，你觉得伊朗还有多大还手能力？这第一个。当然，他发射飞弹等等，他如果不能发射飞弹，现在已经投降了嘛。他现在就是还能发射飞弹，还能发射无人机，他拿这个事情当作谈判的条件跟谈判的筹码，也就是我借着封锁荷姆兹海峡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当时我就说，如果荷姆兹海峡每天运送的这个原油是全世界需要的20%，然后运送的这天然气是全世界需要的1/3%，33%到35%，你觉得大家会让他这样予取予求吗？他如果说要封锁，大家不群起围殴他吗？
跟台湾海峡逻辑是一样的嘛。所以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双方想谈，但是双方都觉得还不是对我最有利的时候。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甚至以色列也好，都认为我还有空间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所以我现在打下去打看，然后看看能不能更好一点点。现在大家不是看到了吗？伊朗方面说官方提出了5个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提了7个条件，比官方多2个。那革命卫队提了什么条件呢？第一，美国把在波斯湾地区所有的基地全部关闭。哇，这个是大开口。第二，美国保证不再攻击。我现在打到这样，我为什么保证不再攻击？第三，以色列停止攻击这个真主党，他没有提哈马斯，没有提胡替组织哦，他也还没有提这个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的这些什叶派民兵哦，他只说真主党啊。第4个就是这个倒蛮有趣的，他荷姆兹海峡的管理呢，应该像是苏伊士运河一样，由这个大家来管理，然后设一个管理局，由伊朗呢收取过路费，然后由在伊朗准许下建立经过荷姆兹海峡新秩序。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它不能有主导权，但是是一个好主意。好，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然后对伊朗的现在的飞弹计划呢，不能做任何阻碍。那我们在不阻碍的情况下再来谈判啊。最后就是你美国跟以色列打我伊朗打成这样子，你要进行战争赔偿，提了7个条件。而你仔细看一下，有2件事情没有提。第一个比较轻的就是无人机，伊朗无人机他没有提。照理说，如果这个是伊朗手上的这个筹码的话，他应该提。还有一个没有提的，伊朗的核武，核子能力他没有提。这里有点奇怪，不管怎么样，他提了7个条件。那政府提的条件呢，5个条件比较少一点点。美国当然不会服气了，美国想说我把你打到头都抬不起来了，我还接受你的全盘条件。所以先听说，美国透过巴基斯坦提了15点，12点是对你的，3点是对我的，因为咱们要有点这个交换条件。那美国提了12项什么？第一，马上停火，给1个月的宽限期，然后马上停火。第二，对于伊朗的3个主要的核设施，就像我们炸过的3个，纳坦兹啦、伊斯法罕呢跟富尔敦呢，3个关键核设施呢全部拆除，全面拆除，永久关闭啊。第2个，第3呢，停止铀浓缩的活动。第4，把现在手上有的浓缩铀呢交出来。第5呢，永久废弃这个核武器，不再研发核武，不再拥有核武。然后最后呢，接受全面监督，接受这个国际原能总署监督。也就是光是对于核子的部分呢，它就5个条件，好，那就5个啦。然后再来对飞弹有2个条件，第一呢，不能在这个大幅的发展长射程的弹道飞弹，然后跟数量。第二呢，你可以保有飞弹，但是呢，你只能是防御性质的，不能是攻击性的。那这个具体细节将来的安排。所以对核武做了5个限制，对飞弹做了2个限制。再来什么呢？代理人，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在地区上的这么多年支持真主党、支持哈马斯、支持胡替组织，然后支持这个伊拉克跟叙利亚的民兵，那这些呢，你都停下来。当然，他特别点名点了3个，就刚刚讲的真主党、哈马斯跟这个胡替了。再来什么？就荷姆斯海峡的开放啊，确保了自由航行权等了。其他就是你现在抓那些人，你要放，然后安全保证。不对美国跟以色列的资产呢进行军事威胁，这就是美国提的12点方案的这核心。那我美国提供什么呢？如果你做到的话，那我全面解除制裁，然后我也把我快速恢复制裁的这个机制呢，我把它拿掉，把它封掉，然后不再使用。第3呢，你要核能，对不对？我支持你，帮助你发展民用核能，就像我当初答应北韩的一样。所以这是美国的12条。美国的12条加3条就15条，所以革命卫队提了7条，然后美国提了15条。当然了，这样说了，以现阶段来，双方现在都是高开价了，先喊价嘛，到时候凭实力呢，再看下一阶段怎么谈。所以美国现在是把荷姆斯海峡的通行权、伊朗的核能力、飞弹能力跟这个你对代理人支持的几点呢，全部列进来。
换句话说，把美国、以色列跟周边这个海湾国家或波湾国家大家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一次性的全部提出来谈，那看看谈到什么地步。是哦，当然开始双方的确都谈出了，或者应该说抛出了相对应希望来和谈的一个条件哦。那理论上就开始谈吧。可是我们看这过程当中还蛮吊诡的部分是有人传说在台面下啦，这个包含这个伊朗的外长已经跟美方的一些代表或者委托的一些代表来做一些相关的谈判哦。但呢，这个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国会议长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又说没有这回事哦。虽然有人说什么他们最高领袖好像有授予愿意好好来谈一下，当然伊朗这边说美国还是不断的释放出这种所谓的假讯息哦。所以老师你怎么看？为什么这个如果要谈，当然看起来明明也抛出了讲和谈的内容，谈就应该是一个还蛮正常的状况之下，为什么还是有这种所谓的有反对的，或者是认为是假讯息的一个说法的状况呢？我觉得当然几种可能呢，一种可能就是我伊朗要面子嘛，我若马上就说投降的话，或者马上就说谈判的话，可能对我不利嘛。所以第一，我要面子。第二就是，如果我真的这样讲的话，内部会不会有反对的声浪？会不会出来很大的这个动乱？所以我要稳定内部。第三就是我刚刚讲了，争取更好的谈判空间跟谈判条件，因为看起来现在我还能用不管飞弹也好或无人机也好，威胁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航运安全的话，我还有一点点谈判条件。但这个东西我认为两面刃。现在你看起来固然就把我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封锁跟掌控或打击呢，作为谈判的筹码，但是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也等于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全球会来逼你。你以为大家这样放手？因为今天如果我们这个问题放手的话，将来你就拿这个问题予取予求了。所以现在变成逼着大家说我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可，我非把你这个手这只手打断不可。所以走到这个地步，所以我才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看起来他也没有太多歧路可以走，这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你刚刚讲说，是不是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现在很可能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这情况下，我们晓得过去伊朗本来就有比较温和的，然后民主改革派比较亲西方的，也不能说亲西方，应该这样说，对西方友善的，这样讲比较准确一点。第二种就是比较更宗教、更接近一点的这个力量，所以换句话说，伊朗内部至少有两大派的声音呢，在互相这个角力。当然就过去几十年来看起来都是激进派在掌政，然后温和派呢在慢慢抬头，时不时被压制。几次伊朗的选举，温和派不是被打得很惨吗？不是用到什么自由门的那个网络，然后把讯息传到外面去，然后最后被打压了吗？然后这是今年1月份跟这个3月份的那个2次这个暴动示威暴动，不是被镇压下去了吗？所以表示说镇压的力量很大，但是呢反抗的力量是存在的。所以你觉得反抗力量在政府里面没有支持声音吗？一定有的。大家不要忘记6·4事件的时候，为什么后来政治局里面会清掉这么多人？有人反对镇压嘛？对不对？那有人赞成镇压嘛？就是赞成镇压派获胜了，然后反对镇压的人被清掉了嘛？那伊朗碰到同样情况，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内部的权力结构不稳定，出现多头马车，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第三个比较更具体，就是革命卫队的角色。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它不只是一支军队，也不只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狂热的这个军队体系。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军事、政治跟经济大权于一身的这么一个复合体。我既是军队的时候有枪杆子，然后呢，我又可以从事企业，又可以从事经济活动，然后又从事外交活动。刚才讲到说，对什么哈马斯啊，对真主党啊，或对这胡蒂组织支持呢，都是革命卫队干的。所以革命卫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权力的一个结构体。相对来说，伊朗的正规军反而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军队力量。这两支力量我们知道过去处得不是挺好，
然后现在是不是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有一部分投射在我们刚刚讲说多头马车里面？所以我想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好，这第3点。第4点就是大家现在偶尔提一下，就是穆吉塔巴到底怎么了？穆吉塔巴到底是不是还健康？是不是还活着？然后是不是能够正常生活？还是说他只是受轻伤？因为现在外面传的消息说啊，他受轻伤。可是照理说，在这情况下，如果他真的受轻伤啊，他应该出来啊，见个面讲个话，就露个脸都好啊，再坐在绿背前面讲段话，然后后面帮他在这个弄个什么这个装饰的时候弄什么东西的，哎，那也行了。可都没有出来，所以难免人家怀疑说他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或者说还健康，或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这个发号施令等等，这个是一个很大疑问。这个就刚刚讲说多头马车呢就相关了，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权力很巩固的话，就不应该有那么我们看起来像多头马车这种现象出现。所以反过来说，多头马车现象出现呢，是不是就证明了说他的权力或者他的健康不稳固，所以导致权力不稳固？所以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讲啊，美国打不下去了，所以提和谈条件，不是，现在是美国说我军队派过来了，要不要打看你啊？我要打我可以打的，因为现在你没有海军了，没有空军了，你剩下是飞弹了。飞弹呢，我也拦截了不少了，然后我还有拦截能力。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再打下去？再打下去我就不这么简单的了，我可能就是要么擒贼擒王，要么就是我直接把你的命脉切断，我就把哈格岛把那附近全部占领了，我看你怎么样？甚至沿海几个城市、沿海几个重点把你占领了，我看你怎么样？所以现在有些人在那帮伊朗吹牛呢，那是吹牛而已了。坦白讲，现在就看说，当然我们等一下就谈谈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呢，到底有没有差距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恐怕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的。是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当然对许多人来关注的部分，除了美以伊接下来的这个战争会持续多久，会如何来落幕？但另外一个大家立即关心的就是荷姆兹海峡。虽然有一阵子伊朗说这个只要不是敌对的国家，就可以。有人还算一算说，他开的条件，中华民国好像是符合可以来通行的这种。我们跟美国跟以色列我们都没有邦交。对，所以说这说来是很有趣哦。所以老师这样看起来，就是说那个大家击破了荷姆兹海峡的通行权，看来也是其中重中之重。这老师怎么看呢？荷姆兹海峡当然是重中之重了。今天大家谈了半天，其实这就是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伊朗还对荷姆兹海峡第一呢有威胁，第二有发言权的话呢，那荷姆兹海峡呢就不算是自由的，就不算是完全安全的。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啊，看一下怎么说呢？大家去看一下波斯湾地图，波斯湾周边呢是8个国家。我们先说北边的2个，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伊朗。伊拉克跟这个波斯湾的那个伊拉克进波斯湾就一点点，但是底下那个国家呢，科威特呢可能更多在波斯湾这个里面，几乎像个半岛一样。伊拉克旁边就是伊朗就今天这个当事国家。好，这2个不在我们一般所说的波湾6国之内，所以波湾有8个国家，但波湾另外6个国家呢，组成了一个就是说什么波湾6国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哪些国家呢？科威特，然后巴林、卡达。巴林、卡达是2个比较小的地方，再来一个很大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再一个这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叫阿联，再一个不算小的国家叫安曼啊。所以这个波湾的附近大概就这么8个国家，但是我刚刚讲了，底下的6个国家把伊朗跟伊拉克排除在外，所以他们6个呢组成了一个这个波湾6国。那么这次波湾6国呢，在战争刚开始的态度是分歧的。简单说，这个科威特呢跟巴林呢是比较亲西方一点点，然后卡达呢比较帮这个伊朗一点点，然后安曼呢有点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他在这地区里面最好的朋友过去是卡达，其次呢是安曼，这样大家明白了，看着图就明白了。那么你现在无差别攻击，他为什么无差别攻击呢？简单说，伊朗的逻辑是，我把事情闹得越大越乱，大家越受不了，
大家就要逼美国跟以色列停战，这他的逻辑。问题是你无差别攻击的结果就是，你如果把刚才讲的波湾另外几个国家6个国家，你不需要全部得罪，你得罪2、3个，大家就受不了了。现在呢，科威特被你打过，沙烏地被你不小心打过，阿联、巴林、卡达被你蛮认真的打过，然后安曼好像不小心被打了一下，什么等等。那你觉得另外6个国家多数都不支持你，连最支持你的卡达现在说要报复，那你觉得怎么办？当然了，我再说一遍，伊朗原来的想法是说，我把这个事情闹大之后，大家来施压美国。现在不是，你把事情闹大之后，大家跟美国讲打他，打他，所以你现在变成弄巧成拙。我在说什么呢？我说是海湾国家的态度转变了。现在慢慢有消息跑出来，我们还不知道真假。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沙烏地的王储呢，萨勒曼王储，他是实际的统治者，好像最近1、2个月呢，连续多次跟美国打电话，然后态度很明确，你不要这么快停手，把伊朗干掉，把伊朗神权政府干掉，因为对沙烏地来说，伊朗神权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伊朗神权政府，我再说一次，不是只威胁以色列，它甚至威胁周边国家，不只是宗教因素，不只是教派因素，更重要就是它有区域的野心。然后它如果有核子武器的话，它几乎要宰制整个周边国家，所以大家都怕。大家说把它打掉，所以这个呢，我们将来慢慢讲啊。这第一个沙烏地，第二呢，阿联原来我说态度当然是亲西方一点。但是跟伊朗关系呢，不是不能谈。现在阿联被打到生气了，阿联的外长出来讲话了，然后阿联的顾问也出来讲话了。听说哈，当然最后阿联方面没有最后证实，但是西方有报道说，阿联的顾问讲打，劝美国打到底，因为你不打到底的话，我们当都很危险。而且阿联现在有点公开讲了啊，然后你再这样下去啊，我们考慮參戰。沙烏地也这样讲，所以沙烏地跟阿聯算是比较明确的讲说，你再不停手，我们就要参战的了，那就是我们要还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还手啊，那我们要还手呢就不一样了啊。我在说的就是波湾国家原来有些是同情伊朗、支持伊朗的，现在开始转变，那有一阵子态度非常激烈，这是第一大块。第二大块是大家注意到了，川普前面在骂北约，骂着现在北约出来讲话了。日本支持了，日本当然反应很快，高市早苗一早就说我们支持川普什么的，所以川普非常高兴。然后现在北约的国家、欧洲国家慢慢想通了我们也来响应，所以现在20几个国家响应了，这不简单了。虽然晚了，但是起码响应了。那也就是说，这样的大家主要国家都表态之后，周边国家表态的时候，你觉得伊朗剩下多大空间？他当然可以继续用无人机打，你可以说他有无人机还有飞弹。你再打无人机再有飞弹，那美国跟以色列跟周边国家打你的程度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像过去那种打法了。那你如果再这样打，明天的打法就不一样了。好，那现在美国征兵了，美国把航空母舰派过去了，把2栖攻击舰派过去了，然后又把什么82师了、什么时候什么师啊、什么部队全部调过去了。这些呢都是很习惯打这个地面作战的，然后在这些在中东地区作战多年的这些部队调过去了。那也就是你要不要接受我条件？接受了，那我就不动手；你不接受，那我就只好打，我打到你接受为止。所以美国争辩态度很简单，你是要打还是要谈，你自己挑。那现在去看周末了，去看周末，现在周末快来了。但讲到这里，大家觉得说好像美国可以决定了，不是？伊朗能决定，不是？有些人帮伊朗吹牛现在这个牌都在伊朗手上，去看伊朗怎么叫了，乱讲，不是？牌不在伊朗手上，牌也没有完全在美国手上，一部分牌在以色列手上。所以当传出消息说美国可能提出谈判条件的时候，以色列未必接受的。我们过去讲过。我们在前几集就讲过，我们说美国跟以色列各有上中下的目标，表面看起来是相同的，但是对美国来说，他拿到中层目标他可接受，
对以色列来说，拿到综合目标说不定还不够，他要上层目标，也就是他非得推翻伊朗神权政府不可。美国还未必要走到那一步。我说，虽然列起来的目标是一样，但是他们要求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一旦传出消息，美国可能会提条件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当时我立刻在一个节目上讲，我说，现在结果就是以色列已经加速进攻伊朗，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一定要在木已成舟之前，甚至木已成舟之后，我都可能还要再动手打一阵子。也就是我希望达到那个结果，我希望达到，要不然就把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些神权政府的这些人呢都打掉，然后再把巴斯基民兵的这些总部打掉，让老百姓来起义。以色列希望看到那一步。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就是如果不换了政权的话，可以怎么样呢？伊朗内部分裂，然后没有任何足以能够影响伊朗对这以色列采取强硬政策的这么一个政权出现呢，我猜以色列可以接受。不过那个非常精巧了，那对以色列来说，全部打光、全部换人可能是最好的。所以现在我们还不晓得。简单说就是，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还要谈出一个共识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的确，光是你从距离的部分来讲，一个是对以色列来讲，这个盲背在此，他一直以来都面临到这些问题。不要忘记，我们在节目之前谈到这个以哈的部分冲突，这个哈马斯的部分在之前是随时对以色列产生这些攻击，而且对以色列来讲，为什么随时大家都说他们居民要背着枪在日常上班，你就知道他们时时都要备战。你如果有个机会，现在把这个心腹大患背掉，让人民可以不用再背着枪到处在做这些游走，在街上行动，你会不想做这些事情吗？当美国的样态的利益的考量又是不相同所以这两个国家必然像老师说的，必得要去谈出一个他们共有的一些共识当然，显然立基也会有些不同但我们看起来目前当然各国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点担忧。我记得之前我还看到一个这个一个所谓的影音档的部分，是这个中国大陆籍的部分，他们在做讨论，还在讨论要白天通过还是晚上通过。他们说白天通过比较好，被打的话还看得到你，可以救你。都一样，所以我觉得再拖下去，连中国自己本身，我相信都按耐不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包含不管巴基斯坦觉得他们愿意出来协助，那或者德国也认为这个有机会转折，连联合国安理会都希望是不尽这个谈到一切必要的手段希望可以来维持荷姆兹海峡这边回到原来的这些运作。所以，老师，您对这件事情未来的发展，大概觉得会如何来走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谈停火，但我看绝对不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伊朗走到这一步了，那现在只是停火的话，那会不会有下一次？而且现在停火的话，是不是让你觉得，我有能力勒索大家大家现在来求我所以我才说，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或宣称要封锁荷姆兹海峡，然后进行过一些无差别攻击的时候。他会激怒大家了，因为他原来想说，我是不是把事情闹大之后，大家来压美国？现在事情闹之后，大家会来压他呀。所以现在大家在想什么？停火不够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也就是我要避免下一次再次发生。那怎么避免法？最彻底就是我刚刚讲的，上策什么？换掉伊朗这神权政府，这上策；中策就是把你的核能力拿掉。下策是把飞弹跟飞弹跟这个无人机的能力拿掉或削弱，所以现在变成说几个层次的问题。我再说一次，现在周边国家态度已经转变了。那不管怎么样，大家第一呢是你一定不能有核武，这毫无疑问的了。第二就是你的飞弹能力跟这无人机能力呢要拿到一定程度。第三就是那荷姆兹海峡不是你说了算你伊朗这样说的话，那还得了？大家仔细看那地图，其实荷姆兹海峡呢是伊朗的领土之外，也是安曼的领土，所以安曼有发言权，只是安曼过去比较低调，不太讲话。安曼比较跟大家和平相处，所以没有惹是生非，大家不觉得。但安曼要讲话的话，理论上他有一半的发言权，他的发言权跟伊朗是一样大的。但如果说这是国际这么重要的航道的话，那全世界都有发言权的，不是只有你伊朗有发言权了。对，你伊朗有勒索的权利，
但当你把这勒索权力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惩罚你，大家就要打你这只手。除非你好好的跟大家商量，这样你有发言权。你如果这种恶性发言的话，大家会把手斩掉。所以今天呢，就是说，不只是停火问题了，大家考虑把不斩掉这只手的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现在有人在猜啊，我觉得有点不是没有道理。川普大概是这样想，中东这块地区呢产石油嘛，然后又是运输要道，所以过去是美军驻防提供安全，这是一个公共财。那将来怎么办呢？是会变成美国主导，盟友背书，然后伊朗被迫接受呢？很可能会走向这样。而且我认为，走到现在这样的话，不要说中东地区国家这样觉得这样的方案可能不错，可能中共跟俄罗斯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发言空间啊。所以现在就谈到中共、俄罗斯了。原来伊朗跟中国、俄罗斯关系是非常好的，那照理说伊朗被打，这两个国家应该出来帮他撑腰。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无力撑腰，现在就是他能做什么？我猜中国现在能够做到最有利的事情呢，不外乎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联合国里帮你讲讲话，第二就是我在底下搞鬼，然后煽风点火，把美国内部的反战情绪烧起来，这是中国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除此之外，他很难再做别的事了。你说他在台海地区搞事儿，然后想要分散压力，不太可能，因为中国晓得这个是铜马蜂窝。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弄成这样，大家都来讲话的话，你弄台湾海峡，你看多少国家会讲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他们能做事情呢，他会想做，当然他一定要算过，但最后结论就是恐怕风险太高，大概不能做。因为做起来的话呢，恐怕的代价可能吃不消。所以现在简单说，就是俄国跟中共呢很想帮忙，但是呢可能有心无力，或能帮的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个意义就是说，荷姆兹海峡这样一闹之后呢，对台湾海峡来说呢是增大了我们的安全系数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了，请大家不要小看它。那么说到最后，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国家看懂了，现在美国跟以色列打伊朗。短期之内呢，是把油价拉高了，然后国际局势不稳定了，我们大家生活很困难了，然后川普民调降低了，但大家看懂了，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一次把它打掉，打完之后后面就没事了，中东换来永久和平。因为坦白说，伊朗就是这么多年的中东乱源嘛，刚刚不是讲说什么真主党、哈马斯、胡蒂都是他支持了吗？然后他的地方又要抢区域霸权，要抢什么吗？把它打掉，天下太平。所以现在伊朗你走到这一步呢，恐怕让自己陷到这种绝境来。当然了，我不是说他没有谈判条件，他有谈判条件。那最坏情况下就是什么？我炸各国的海水淡化厂，你们明天连水都没得用，我看怎么样？这样大家就群起围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方案，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只是说几率不大。但是我们得注意。当然，这个原来的部分，如果说我们看到现有的神学政权，如果在刚刚提到的用无差别的方式对周遭的国家产生攻击，希望来扩大，显然刚刚明老师也说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是尽快的、更快的结束他的一个政权哦。因为国际形势上，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哦，真的跟以前觉得让你磨个半年、什么1年啊，慢慢的来谈，我不认为大家已经受不了，对，大家已经受不了。大家真的要有一点点感觉，是以前那个战争拖了很长的时间，觉得大家能来磨，现在连自己的国人，我相信都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耐心来看待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一个大的改变之后的一个样态哦。3个礼拜，我们一开始节目开场所说，那可能对大家来讲都已经是非常漫长，那个油价的快速、物价的通膨，所以这个大家都是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观察接下来的一些发展跟变化。今天谢谢老师，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这一期节目，也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再次感谢大家。其实老师，我们突然有人谈到，就是美国因为今年底11月3号左右要期中选举，
有人很有趣，这两面刃啊，因为民主国家就这样子。我觉得习近平心里讲说你川普应该有压力，你既有选举的压力，你就必得要低头，或者是赶快见好就收，赶快这个去做调整。习近平很聪明，我现在已经是万年皇帝，我爱怎么走，我只要是没人推翻我，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各国也不用猜想，这个反正就定我为一尊哦。但是也有人从另外角度说不对哦，因为川普就是有其中压力，他绝对不会让事情拖。会不会因为有其中选举，反而让美国川普可能更放开手，反正就孤注一掷这样去跑？也不叫做孤注一掷，我觉得就是对川普来说，我们之前开战前我们就讲了，如果要打不会打很久嘛，因为大家都有不想久战的理由，然后。对美国来说，就是其实我有一些比较快速的解决方案，问题是呢代价比较高。现在是我可不可以不要付那么高的代价，而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以色列想法会不一样。以色列可能希望推进的更多更远，所以这段时间以色列下手打伊朗呢，可能会打得更重。那伊朗蒙受来自以色列的攻击跟压力呢，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以色列恐怕后面大概就斩首的动作会更多，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以色列跟美国的分工是不一样的。美国打那些大的东西，以色列就是很精准斩首了，然后打巴斯基啦，打这个什么地方政府啊什么等等，希望创造这个老百姓起义的条件。所以以色列大概这方面会加快，然后这几件事情哦，我觉得什么这么说，用我们俗话来叫一环扣一环，对不对？一环扣一环，所以伊朗也在拿捏，然后中共也在帮伊朗呢，在美国内部煽风点火，希望说把那个反战的压力火烧大之后呢，然后逼得川普要停手。但对川普来说，如果我现在停手的话，我就完蛋了。我干脆现在冒着低民调的风险，我把这问题彻底解决。到了6月以后，油价慢慢降下来了，那我可能就没事。11月选举的时候，大家就忘了，对，还有5个月，那时候等到大家这个油价都跌下来，什么生活慢慢变好了，然后又在这个信箱里收到川普寄来的支票了，那可能就好，不能说没事，可能会好很多。所以我猜现在就是双方，不是双方了，各方都有算盘在打。现在就看谁打得快打得准就是了。这个当然蛮重要。所以我说有人会说啊，川普有选举压力，这个完了他打不下去。有人刚刚提到不同的角度来说，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更敢放手去走。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后续观察。再次谢谢老师，感谢大家。